难道你们的产品做出来之后不会找人去试穿一下吗？直接做出来就开始卖了？你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双鞋很难穿吗？你们是怎么好意思把这一双鞋拿出来卖的，甚至还要控价？你们就是这样挂着国货之光的旗号来割我们国人的韭菜吗？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李宁808第4代的 Ultra 版本。在视频一开始，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购买这一双鞋，因为这一双鞋的穿着体验真的非常糟糕。就这样一双鞋，李宁居然还能给它玩饥饿营销。要不是最近这一双鞋没热度了，配色也多了一些，部分配色的价格才出现了些许下降。在上个月，几乎所有配色都还处于一个加价售卖的情况。我是真的想不明白，这双鞋有什么资格呢？在外观方面，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样子确实非常帅，起码比上一代要好看了不少。在配置方面，依旧使用了抽拉式的中底全掌泵的鞋垫，不过在这一代的抽拉式鞋垫上面，并没有放置任何的支撑材料，就是简单的一块全掌泵。大底就厉害了，贯穿了整一个大底的 TPU 框架，加上一块面积巨大的碳板。在最早宣发阶段我看到有人说这一双鞋是从公路车的锁鞋上面汲取了一定的灵感。但是自行车锁鞋跟篮球鞋这两者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锁鞋里面汲取灵感？难道是想让我们穿上这一双鞋上个锁片去骑车吗？首先，我在这里先回答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双鞋究竟能不能用来打球？我的回答是可以，而且完全没有问题。它在我说的篮球鞋基础3要素方面表现都不差，抓地出色，抗扭优秀，稳定性也完全没有问题。只要这3点做得 OK， 那就绝对可以用来打球，甚至还能用来上强度。但是它在风格化上面做的真的非常的糟糕，甚至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一双李宁在2024年能够做出来的鞋子。刚开始上脚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毕竟李宁这2年的篮球鞋做的都很棒，起码他们的下限都不会太低。但是这双鞋真的让我又重新认识了一次李宁，真的是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后来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磨合一下，穿了足1个礼拜，每天3小时左右的训练或者是实战，但是到头来发现这双鞋就白浪费了我这足1个礼拜的时间。OK， 别的不扯了，那既然这一双鞋我是完全不推荐大家去购买的，那就直接进入正题来说一下这一双鞋几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点就是极其糟糕的鞋脚一体性，它的鞋楦是略微偏窄的鞋楦，跟我的脚型还算契合。除了在初上脚的时候，它的鞋垫跟伽马一样摩擦力特别大，不太容易穿进去之外，没有别的特别明显的在包裹方面的问题。穿上脚系紧鞋带，包裹的紧致程度和舒适程度都非常出色，但是一旦开始走起来，这双鞋瞬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运动的过程中，它前中段的包裹锁定非常棒，在变向或者侧向急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完全不会出现位移，但是它后跟的锁定做的真的极其的糟糕。不管你把鞋带拉得多紧，在运动的过程中，当你的后跟接触到地面的时候，脚踝4周的鞋面就会完全展开来，脚踝直接会处于一个全放空的状态，没有任何一点点锁定可言。再加上这一次它使用的这一副超临界鞋垫的调教是明显偏软的，在踩下去之后，脚在鞋内会有非常大的纵向行程，总感觉这一双鞋对于后跟没有任何的锁定，在跑动的时候总有一种鞋面没有办法带起整一个中底的感觉，体验感真的特别差。抽拉式中底的篮球鞋在鞋脚一体性方面本就有着天生的劣势，再加上它糟糕的后跟锁定，这双鞋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我近几年时间里面穿过的所有篮球鞋当中鞋脚一体性最差的一双，没有之一。第二点，极其糟糕的中底过渡，我是真的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好好的一双篮球鞋要去锁鞋上面汲取灵感。如果你从锁鞋上面学一点后跟的锁定，那我倒还能接受，但是这一双鞋显然学的是锁鞋的底。穿过锁鞋的兄弟应该都知道他们的底都非常硬，能让我们在骑车的时候更好的发力，尽可能的减少力量的损失。在发力踩踏的时候，脚底下会更加的直接，越好的锁鞋底
的硬度也就会越高。想必穿过锁鞋的兄弟也都遇到过穿锁鞋走路的这一种情况，因为中底硬度太高，所以穿锁鞋几乎没有办法正常行走。而这一双8084代的 Ultra， 它的大底跟锁鞋确实非常像，除了前掌的自然弯折点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进行弯折，强度确实非常高。但是这让它在中底过渡方面表现得极其糟糕，在蓄力起跳或者是正常跑动的过程中，脚后跟着地之后没有任何一丝过渡，脚就会直接拍打在场地上，中间这一块完全是脱节的，而且在磨合了1周之后，它的过渡也没有丝毫的提升，表现真的特别差。即使是放在10年前，这样的鞋款也不应该面向消费者发售，这就是一双非常纯粹的工业垃圾。就这样的垃圾，现在还要600多，部分配色甚至还要加价才能买到。真的是太离谱了！这双李宁的8084代 Ultra 比2代更加令我失望，外观确实非常好看，但是它就是典型的花瓶。糟糕的鞋脚一体性，拉胯的中底过渡，在2024年会有这样的鞋款，我倒并不是特别的惊讶，但是这样的鞋款居然会面向消费者发售，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身为我们国产篮球鞋品牌当中的老大哥，难道你们的产品做出来之后不会找人去试穿一下吗？直接做出来就开始卖了？你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双鞋很难穿吗？你们是怎么好意思把这一双鞋拿出来卖的，甚至还要控价？你们就是这样挂着国货之光的旗号来割我们国人的韭菜吗？希望在屏幕前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一定不要去购买这一双鞋，也请你们把这一期视频分享给身边想要购买这一双篮球鞋的兄弟们，在这个价位段随便挑选一双篮球鞋都会比这一双鞋要好穿。确实这一双鞋可以用来实战，但是实战的体验真的非常糟糕。不知道这一期视频还会不会有朋友用千人千脚来杠我，这一句话是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千人千脚只是有部分搞测评的朋友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话术罢了。